这是小时候我看过最精彩的刑侦推理剧，演员阵容强大，每一集都有大咖出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集，就是由当年的日剧一哥唐泽寿明主演。不看到最后1分钟，你根本猜不到他是怎么杀完人后逃离现场的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影片开始。在一场智力问答节目上，2名参赛者正在积极抢答。帅的这位呢叫千堂，他已经接连获得了7次冠军。眼镜哥是本次的挑战者，两人势均力敌。比赛进行到最后一局，眼镜因为失误，使得千堂再次卫冕夺冠。人长得帅就算了，还这么会答题，顿时他就成为了万千少女追捧的对象。可随着自己的知名度不断上升，他开始有些膨胀，不把电视台的领导放在眼里，甚至还摆出一副大牌明星的模样。这天领导给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，原来千堂之所以能够连续8场夺得冠军，是因为节目组提前给他透了题。可现在外面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，迫于压力，节目组打算不再透露。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千堂早就找到了应对的办法。原来每次比赛的题号都会提前印在礼仪小姐的衣服上，只要在上场前找到衣服看到题号，然后再通过智囊团筛选题目，这样就可以轻松拿下比赛。转眼间，节目的半决赛正式开始，这一轮谁能胜出，谁就可以晋级决赛挑战卫冕冠军千堂。警局神话古田任三郎对战家庭主妇枯布镜子。比赛一开始，还没等主持人说完题目，古田就按下了抢答键。可最后他不仅答错了题，还被扣了20分。第二个题依旧如此，再扣20。就这样没过多久，100分扣完了，对面的家庭主妇硬是一个字都没说，就被古田送进了决赛。虽然比赛输了，但是节目组还是非常贴心的送上了2盒盒饭。另一边，千堂把盒饭一丢，然后来到服装部，找到了管理员。管理员由于太过肥胖，医生让他少吃减肥，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盒饭给了千堂。千堂也毫不客气，坐下来边吃边看起了桌上的报纸。没过多久，工作人员送来了礼仪小姐的服装，千堂赶忙躲在一旁。然而等工作人员走后，他又偷偷来到管理员旁边，想要强行查看。管理员连忙阻止，拉扯中，千堂狠狠地推了他一把。就这样，管理员脚下一滑，瞬间倒地，后脑撞在了装衣服的铁箱上。千堂如愿看到了题号，可当他站起身来，才发现倒在一旁的管理员早已没了呼吸，想要逃离现场。可是出门时又发现门外有2个人正在排练，房间里没有其他出口，他该如何逃出去呢？男人误杀了管理员小胖，随后打开门就想逃走，可是门外有人正在排练，房间里也没有其他出口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与此同时，古田和金泉正在后台吃着盒饭，刚咬了一口鱼丸，发现竟然是坏的，便起身拉着金泉就想离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隔壁房间里突然传出了一阵尖叫声，两人循着声响赶过去，刚进门就看到了这奇怪的一幕，尸体的旁边到处都是臭鱼干。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，警视厅的同事认为这是一起意外事件，现场没有打斗痕迹。刚刚送衣服来的工作人员也表示，房间里只有小胖一人。在门外排练的2兄弟也声称，没人从这个房间里离开过。虽然如此，但古田还是觉得事有蹊跷。死者的房间里有3份拉面，看来他从不同的店里点了3份外卖。可奇怪的是，房间里只有死者一人，为什么他要点3份外卖呢？而且还是不同的店铺，不同的口味。古田表示，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密室谋杀案。可是凶手到底是怎么离开的呢？正思索着，突然服装组的工作人员过来拿衣服，也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。管理员小胖平时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，根本就不会整理衣服，然而今天他居然把每一件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。此话一出，瞬间引起了古田的注意。随后来到演播室，经过询问，古田也得知了题号在服装上的秘密。电视台里能事先知道题号的人就只有管理员小胖，如果这是一起谋杀案的话，那么嫌疑最大的人就是参赛双方。说完，古田转头找到了千堂，询问他案发当时在干嘛。千堂表示，中午的时候自己在房间里吃盒饭，吃完后就一直待在屋里看书，哪都没有去。一提到盒饭，古田就忍不住吐槽道，今天盒饭里的鱼丸太难吃了。千堂也表示那丸子看起来就有问题，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，里面的食物是坏掉的。交谈结束后，古田和金泉离开了房间，千堂则联系了自己的智囊团，将题号告诉了他们。智囊团开始筛选题目和答案。随后画面一转，古田再次找到千堂，准备询问一些具体情况。千堂答应给他机会，但是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让古田和自己做一个游戏，如果古田赢了的话，那么就有5分钟的询问时间。说完，千堂介绍起了游戏规则，古田只需跟着千堂做同样的事，做完10个动作之后，没有出错就算成功，但是做错1个就算失败。游戏正式开始。乾杯。乾杯。
万万没想到竟然是这一招，古田输得心服口服。但是他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在古田的死缠烂打之下，最终千堂无奈答应了下来。古田表示，经过调查得知，以前的时候你吃过一次坏掉的食物就大发雷霆，从那之后你的盒饭都是特供的。说完，古田拿出了一张菜单，然后对着千堂说，你今天的盒饭里根本就没有鱼丸，然而你是怎么知道丸子有问题的呢？千堂表示，之所以那么说是为了早点摆脱掉古田，随口胡说的而已。接着古田又说起案发现场那3份外卖，明明都是拉面，但他点了3个不同的店，难道他是想比较一下味道再吃吗？千堂回应说，很有可能就是这样。说完，古田掏出一张卡片，这是在死者身上发现的医疗诊断卡，他被医生要求节食，根本就不会点3份外卖，而且案发现场叠好的衣服也很奇怪，死者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，在此之前他根本就没有像那样整理过衣服，或许案发时现场还有另外一个人存在，并且那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凶手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凶手到底是怎么作案后离开现场的？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金泉找到古田，声称隔壁棚的表演也发生了意外。今天中午在案发现场门口排练的那2名演员也在，他们的演出服不见了，还没开始表演就惨遭淘汰。接着古田找到了那2名演员，经过询问发现，他们要表演的是一场送外卖的戏，而丢失的那套演出服正是外卖小哥的衣服。此话一出，瞬间古田就明白了所有的一切，原来凶手是利用这样的方式逃离现场的。お分かりですね。密室トリックの謎は解けました。今日はビデオに録画していた人はとってもラッキーです。後でゆっくりと巻き戻して楽しんでみてください。意味のわからない人は解決編をどうぞ。古畑任三郎でした。自白结束，古田再次找到千堂，表示自己已经知道凶手是谁，并且还弄清楚了凶手逃离现场的方法。凶手是利用外卖演出服离开案发现场的。作案后，凶手打电话叫了3份外卖，然后穿上房间里的外卖演出服，等待着众人的到来。接着他还在案发现场撒满了鱼干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房间充满臭味，以至于捂着脸不会被人认出来，也不会被怀疑。就这样，凶手混在外卖员中逃了出去。然而凶手是谁呢？古田表示，之前在餐厅做游戏时，他就发现千堂的手帕上沾有少量的化妆品。正常情况下，化过妆的人都不会用手帕再去擦脸，可是你的手帕上为什么会有化妆品呢？古田对着千堂意味深长地说，还记得案发当时有一名外卖员用手帕遮住脸离开了现场，现在想想那个人应该就是你没错了。说完，千堂表示，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，我并没有杀人，如果你觉得我是凶手，那么请拿出证据来，靠嘴的话可定不了我的罪。千堂说完转身离开了这里。决赛的下半场继续录制，古田在休息室里仔细思索着这一切，忽然间他看到这一幕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于是赶忙来到了服装部，拿起桌上的报纸找到节目组的领导，请他们帮了一个忙。与此同时，比赛进行到最后一局，2人已经打平，最后一个是抢答题。主持人刚说完题目，千堂就按下了抢答键。这个问题他刚好在今天早上看到过，然而下一秒他一脸得意地说出答案，可没想到却是错误的。原来这是古田设下的圈套，他请节目组将最后一道题换成了报纸上的内容，而这张报纸呢，其实是一个表演道具，上面的内容全都是瞎编的，并且这份报纸是今天早上刚被制作出来，全世界找不到第2份。中午之前被工作人员放在了道具室。千堂能回答出上面的问题，那就说明了他看过这份报纸。然而下午警方封锁了现场，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上午的时候他在案发现场。古田举着报纸对千堂说，你所说的话就是证据，当你对着镜头说出答案时，你就相当于承认了自己就是凶手。好了，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喜欢参加这种智力抢答节目的人都会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无论他们身处什么地方，都会下意识的去到处搜集资料，这也是他们的职业病。最后千堂无奈认罪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古田任三郎这部剧的，给小森点个赞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